我自己也开个录制。装备我主要分为3系，从常用的开始讲。首先，你知道鳄鱼这个英雄是干嘛的，对不对？你最好的鳄鱼形态是什么形态？就是从出门就开始，我就开始做线。就是说，如果说好打的英雄，我直接就开始压制，开始领先有线权，然后打野河蟹就可以去帮忙，去先锋就可以发力，对不对？如果是好打的英雄，最好是从全程一级就开始压制。但是现在的整个上台的生态环境让鳄鱼没那么好发挥，所以很多英雄得放线。但放线呢，抢不到线，先这么说吧，抢不到线，那你也不能让对方把兵线做得太明白。比如说武器炼金，他想推几波线回家，他都是算好了的，所以你得做线。比如说我前面2把对抗剑魔，把兵线控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说相当于我们鳄鱼最终形态就是从出门开始我就在发力了，对不对？你看我前面2把打剑魔开始做线，2级3级剑魔就开始有点吃不消了，要么叫我打野来帮他推这波线，要么继续跟我对线对下去产生击杀，对不对？所以我们回顾要做的事情，抢河蟹，先锋团发力，然后以最早最快的形态去接小龙团。你看前面几把我脱离对线机打团，你们也看见了，装备是用来打团的，装备是用来赢游戏的，而不是用来赢对线的，对不对？所以考虑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什么装备是最优选？就是合成路线平滑，并且属性不赖，合出来的那一下有一点小质变。所以我这版本优先级最高的就是推荐这套重长刀加战斧。好在哪呢？鳄鱼经历上次那个 W 调整之后，现在扶 W CD 起来之后，就是说还是说比较吃 CD 的，比起以前的鳄鱼说什么战斧血手，甚至是什么破败血手零 CD 鳄鱼，对不对？现在的鳄鱼是吃 CD 的，而且在有高 CD 的加持下，鳄鱼大招也是比较快的，这是装备优势。合成路线肯定是平滑的，你看这重长刀加战斧的散剑，基本上都是用来对线，攻击力很高的装备。这种就是对线最爽的，而且可以转。我一般大部分情况都是重长刀起手，然后转战斧，然后就是我所说的脱离对线期开始控资源了，对不对？2速协议买，这个时候我带个表，我就是团战状态了。一波团打完，2件套一体系嘛，2件套成一体系，后面自由补打团装备，这一套是我目前登场率最高的。核心装就是2件嘛，后面根据阵容啊 ，AP 底你搞个什么影魔刀再秒，或者说觉得这把春哥不合适，接着补数值，什么鬼百呀、死五啊就不重要，这2件套成一体系，然后再谈一下日炎系。日炎系，首先再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们鳄鱼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得保证全时间线有战斗力。那日炎是不是我们最佳选择呢？无论它做出来效果如何啊，这个合成路线它都是不利于你对线的。比如说我上把那个剑魔那种开局，对不对？剑魔是不雅贤铁丝边，我买这种散剑，我跟他如何对线呀？对不了线的。所以日炎系也是用重长刀来过渡，或以前是黑切日炎，现在基本上也是重长刀。然后日炎系用来面临什么情况呢？首先我们都是重长刀起手的情况下，你观察战斧散剑的合成路线，就是 CD 接着拉 CD 加攻击力，而日炎基本上就是纯肉属性了。有的对局，不需要你有那么强的进攻性，你稳得住就行。那比起来，这个散剑啊就很肉，并且我都是实测过的装备，就是说出来打团的效果肯定是够顶的。接着就是跟上面一样，核心装是这2件，接着看阵容补。反正这版本6神鳄鱼的核心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高 CD 肉控，因为 6神那时候 W 等级肯定满了嘛，核心玩法是 W 打肉控。然后这是日炎系，刚才说的是战斧系，基本上都是重长刀起手。一会儿再做延伸吧，再讲一个破败系。破败系受用于哪些英雄呢？应该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比如说你买这个系哈，战斧系，无论你重长刀还是战斧，有时候战斧也会先出，那就是
等于是战斧系做了一个延伸。假设我们就这么出装备，对面是一个瑞文，对不对？你会发现滚雪球速度有点不够快，你装备有优势，但它有一点肉闪剑的情况下，布甲鞋啊、洪水晶啊那种肉闪剑的情况下，你滚雪球没效率，你大概打他一套1/3，然后他开始嗑药，再打一套1/3，他没药，然后大概还有2/3血他还赖着，你再耗一次踩到斩杀线，这个时候滚雪球速度不快，他抗压抗过你的对线骑士手打团，他只要有正常装备，他打团该发力还是发力，这个时候就破败他就有登场率了。破败打瑞文基本上就是一套半血，第二套基本上嗑药嗑不起来，第二套就要斩杀线了。还有某些特地英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这变数还是挺大的。就是破败也是有它登场率的。然后破败之后呢，我以前总喜欢把破败跟蓝拳或者说破败跟日炎捆绑在一起，后来我发现我不对，只要首先你开局根据对面阵容制定出装思路，没看我桌面上3套嘛，3套出装思路，你把破败系定下来之后，只要是适合出破败的阵容，你接着补战斧啊什么其实是没问题的。你播着，因为破败起来之后，我觉得最缺的是 CD， 这2个闪剑放在破败身上挺舒服的，因为别忘了前面一句话，这版本到鳄鱼到后期了，核心玩法是高 CD 肉控，你输出高一点更好。有的时候阵容不允许你出肉，比如说打剑姬，武器都还好一点，武器出肉都有用。比如说打剑姬，特定阵容它不允许你出肉，所以你可能往输出方向转一点，就是说不要无脑出肉。但是鳄鱼最佳的冲阵状态，打团最好用的装备肯定是肉控的。肉控装备给你们展示一下吧，就像我上局的合成图线前面有一局出来过的重长刀骑手装备有什么要求？我对出装有什么要求？首先合成路线要平滑，其次是合出来的那一瞬间有质变，还有第3点就是你装备绝对是为了打团而生的，你装备绝对都是为了打团而生的。有的局打不到团战，但是不阻碍你出装思路。你不可能想着这局游戏不打团的，都是越早能去正面站岗是越好的。前面我有一把出的顺序，你们参考一下。买了蓝盾，对面是个 VN， 对吧？买了蓝盾，这个时候代表合了春哥，最后这波一手套个鬼板，带个鞋子。如果接着往下打，我把这个都换了。战斧现在6神不换，因为战斧的7%神话 CD 还是挺香的，而且也无可替代。你只有出了战斧，你才能在出那么多团战装备的情况下拥有可观的 CD， 对不对？然后把破败的那个延伸一下，破败我现在破败完了之后，就正常看缺不缺伤害吧。首先看一个鞋子的问题，破败买日炎蓝拳系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现在很看重的一件属性 CD 它起得太慢了。你看无论是日炎还是蓝拳我2800块钱做出来以前完全没有 CD 的存在，它跟我主流出装相差太远了，对不对？首先鳄鱼我觉得辅 W 是需要高 CD 的，其次我平常的前面那几套玩法 CD 都很高，要不然你如果摁买这样蓝拳的话，对我来说个人而言就 CD 起得太慢了，所以我要么直接买战斧，要么在对面就是说不需要抗性鞋的情况下，有的局需要布甲鞋或者说需要水泥鞋，你再去买那个蓝拳，因为鞋子也不便宜嘛，你这样买起来 CD 太贵了。只有在合适买不缺伤害合适买 CD 鞋的时候，缺伤害你还是得接着买这种不缺伤害合适买 CD 鞋的情况下，我会考虑一下这边蓝拳啊日炎系，因为我装备是用来打团的嘛，这个接着往后我肯定还是不打团装备。我对于这版本黑切的评价是有点低模，基本上只有在4、5、6件考虑，就是说根据阵容来考虑补出的装备，我没有任何一套装备把黑切当核心装。偶尔特殊的时候可能战斧买了，然后重伤刀以前的战斧黑切现在基本上都用战斧重伤刀来替代了。特定情况你喜欢这件装备的话，
我觉得没有喜欢的理由，这件装备数值很一般，它就有个小加速，它那个破甲效果，说实话打不动就是打不动，打得动就是打不动。我不觉得出这件装备，我能感受到那件破甲的存在。你喜欢买也行，这有一个再延伸一下战斧那一套出装，因为有的局，可能对线期有点问题，你不能拿攻击力装来对线，对不对？你这把开局很惨，你身上就是这种装备，战斧它可以转小反甲，它可以转小蓝盾这种装备来帮助你过对线，你知道吧？你拿了这种装备对线的情况下，你再买中长刀，你中长刀之后再买战斧，你的神话装备可能会起不来。这个时候对面的神话机制5个人神话机制基本上都全了，你这个时候神话迟迟出不出来，玩起来还是差点意思的。没神话，说实话只有破败可能能当一件装备用一下吧。就是说你无神话打有神话，你神话不能比人家慢太多的。我买中长刀是因为这个东西超值，我用它能打出额外的经济优势，能保证我不会比对面太晚套出神话。比如说上把我裸中长刀，对面裸战斧，对面战斧打我中长刀打不出东西，那我战斧的时候，对不对？他也买不出什么额外的，我得保证那个时间段我的获取经济的速度比他要高。说哪来了？说到战斧的一个延伸，比如说这把对线压力大，你买的都是这种装备散件来对线，你中长刀出来之后神话出不出来，这个时候战斧该买还是可以买。然后这版本的重伤小反甲基本上我很少出，但是也是一个可选项啊。比如说狼人这种英雄，倒不是说狼人，提到狼人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出过中长刀加战斧，然后有点拿捏不住狼人，我有点想出这个再加破败，出个这个重伤再加破败。哎，删掉我这句话吧，不算我这句话，主要是像这版本这个叫什么守望者铠甲，基本上代替了小反甲的存在，然后加上这种散件嘛，你战斧出来蓝盾，然后就往弱控方向去转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黑切要补的话也可以补一下，黑切15你再看着补啊。这个装备可以是带个人喜好在里面的。首先你得知道核心体系，除了核心体系一般就个2-3件，除了核心体系以外，别的装备都是可以自由补的。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我补充一下，基本上讲完了。没有的话就到这了，我开排位了。还有什么疑问？日炎破败可以吗？日炎破败那就是等于是在我的破败体系下的嘛。夜炎破败的问题在哪里？那就是标准我的破败体系啊。我破败体系你再去出日炎，你就会觉得你 CD 拉起来的很慢，而且你这个时候你买日炎，你得知道日炎的竞品是什么。我们就不讨论别的装备了，我们在破败已经在手的情况下，日炎的竞品是什么？一个蓝拳，一个蓝拳比它便宜，对不对？再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战斧系。你如果这局一个破败，对面是个已经被你杀崩了的瑞文，你无论出什么，你无论补出什么装备，你都是能把它滚着杀的，对不对？那种局讲道理，你买什么装备其实都无所谓，但是我们讨论的肯定都是那种比较有对抗性的对局。什么叫有对抗性？就很简单，你瑞文，你鳄鱼破败了，你破败再加这个装备吧。瑞文此时此刻他也有一把战斧加不加血，这就是我所谓的对抗性。你经济跟他差不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接着买攻击力，你还是能拿捏得住他。如果你这个时候转了肉，你就会发现你的伤害对他就不具那么大的威胁了，就开始刷线打团了。那你刷线打团，你打得过瑞文吗？对不对？日炎还是那个问题 ，CD 起得太慢了。我直接掏这个1900块钱，攻击力、CD、生命值都在。然后你如果去摁掏日炎的话，你日炎出来之前，你的 CD 根本起不起来。你花了3200块钱买出来之后，你的 CD 也就20。你觉得 CD 重要的话，你接着补 CD 装，你再补什么黑切，你3件套打团没机制，没有防秒机制，对不对？在 CD 重要的情况下，你第2件买了战斧，你第3件是可以考虑买不带 CD 的装备，甚至带一点小 CD 的装备，你的 CD 就可以比较可观的，对不对？我第3件蓝盾
对吧？很正常吧？就是说破败是破败，日炎是日炎，没必要把破败跟日炎分到一个体系内混为一谈。破败我会出，日炎我也会出，但我就也不是说不会把它一起出，我也会考虑，但是你们就不要无脑把那个就出了破败就一定要日炎。再跟你们聊一下，为什么韩服流行破败，而国服高分鳄鱼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去碰破败这件装备呢？这要考虑到这要考虑到游戏节奏的问题。我最近没有打过韩服，但是我猜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的。国服一级就开始拼命，回玩家补了装备上来接着拼命，河蟹、先锋、小龙团疯狂的打架，这让你破败这种装备就很简单。我出数值装我能打过的对线，我出破败的话，这个路上我就会出事情。我很依赖这个破败的成型，而且破败成型之后，你现在脆成一张纸，你并不能就肆无忌惮的干你鳄鱼该干的事情。还有，我想想，那破败有哪一点好呢？就是说，在你对线强度为0的情况下，你无论买什么装备，你都杀不掉对面。你买数值装也杀不掉对面，也干不到事情。上路一直打不出个结果的情况下，破败的那一下转折点伤害突然质变，它能让你在那个时间段建立优势，然后再用那个建立出来的优势接着去补下一件装备。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我猜测韩服破败那个高是因为线上换血换的少，打架打得不凶，而不像我们国服氛围就是从头打到尾。我不是别的区不算，我就算峡谷之巅，别的区也没什么水平，我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就算我们峡谷之巅是从头打到尾的，是不允许你出破败这种装备，不允许你把破败这种装备当做一个常用装备来那个的。我的常用装备，你们看一下，我这闪剑，你破败3300块钱合出来才40点攻击力，我这2600我这就55了。我再把战斧这攻击力一拉，我这个时候我的攻击力有多高呀？攻击力连带着 Q 回血，连带着推塔速度，连带着很多很多东西，这都是破败给不了你的。所以只有在不得不出破败的时候才会去掏这个装备。我现在打这游戏破败登场率在20%左右吧，20-30%吧，3-5局出1局。还有没有补充的？武器剑姬我是无脑中上刀叫战斧，合成路线强度够，并且是以攻击力为主导的。然后打武器破败武器我会辅 E， 分离者武器我会辅 W， 然后接着最佳的肯定是在这2件套之前结束对线，然后补肉在正面结束游戏。如果此时此刻正面打不出结果，并且武器剑姬的战斗力接着追到你的话，你可能还得补输出装，还得找个机会去把这个破败也补了。我一般在2件以前都会结束游戏，然后挂点团战装备，把团该赢，对不对？把团打得差不多了，再去考虑。基本上那个时候胜负已分了，很少那个打到现在再接着补输出的。如果打到现在还接着补输出，你这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赢面了。还没有补充的？打石头人、奥恩、狗熊出破败嘛？石头人、奥恩、狗熊都不出破败。奥恩我是点神奇鞋买战斧高 CD 的，点神奇鞋加那个减点燃 CD 点战斧高 CD 的。狗熊我是出日炎系的，中红刀加日炎。石头人装备还是比较随意，石头人可以考虑一下破败。如果你打不出优势，你出数值装打不出优势，你要靠机制去跟他玩的话，你也想往后不被他翻身的话，因为我这种数值装备讲道理只除了数值高以外，你要是2件打2件，你肯定是打不过的。我这个合成路线手能让我在从头到尾获取
比对面更高的经济。你要是打不出优势，跟他和平发育2件打2件，你肯定是打不过的。我这装备我做出来，等对面2件的时候，我他妈都春哥蓝盾了，我他妈已经4件了，这才是大概率事件。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打出优势，那你熟练度又不怎么高的情况下，你可以无脑买一下这种破败战斧，估计你玩不来，那你就无脑买一下破败蓝拳、破败日炎这种装备，讲道理门槛低啊，门槛低啊，门槛低啊。接着补什么黑切，你也不想 C 的话，就不想保证自己单挑不吃亏，打团有点用，那你就买这装备啊。基本上讲完了，基本上讲完了。打那些零对线强度的，我带 CD 加神奇血，